很多中国家庭在咨询土耳其身份时，第一个纠结的问题就是，到底是办长期居留，还是直接投资入籍？选错了，不光多花钱，还会多走很多弯路。这期视频，我把两条路逐项拆开，讲清楚本质区别、门槛，还有最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坑，帮您判断哪条更适合自己家。先看长期居留，土耳其语叫 Uzun Dönem Ikamet， 是发给外国人的居住资格。您依然是中国公民，持中国护照，只是获得在土耳其长期合法居住的许可，解决居住、经营、子女上学这些现实问题。但出入其他国家还是用中国护照，该办签证还得办。门槛上，本文写作时的一般规定是在土耳其连续合法居住满8年，审批权在移民管理总局 GOG Idrisa。 注意连续2个字，中途长时间离境或居留断档都可能让8年累计清零，所以前期每次续签都要按时合规。拿到长期居留后，您可以无限期住在土耳其，不用每年为续签奔波。但它仍有边界，不是公民身份，不给护照，长期离境超过一定期限，许可也可能被注销。再看投资入籍，这条路直接拿到土耳其公民身份和护照。您从获准居住的外国人变成土耳其公民，享有出行便利和再次入境的权利。门槛主要有2种，购买40万美元以上，并锁定3年不出售的房产，或者存入50万美元符合条件的存款或基金。这是本文写作时的门槛，政策会调整，以官方最新规定为准。房产估值要经资本市场委员会 SPK 认可的评估核定，产权在土地登记总局 TAPU 过户。这2道程序决定交易是否合规，能不能用于入籍，马虎不得。入籍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全家覆盖，主申请人达标后，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通常可以一并申请，一笔投资解决一家人的身份。而长期居留要求每位家庭成员各自满足条件。把6个维度放在一起就很直观：法律身份、主要门槛、家庭覆盖、大致周期、出行便利、后续规划。长期居留胜在门槛低，不涉及国籍变更；投资入籍胜在快速、全家覆盖，打开护照层面的规划。很多家庭选择入籍而不只是办居留，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12签证。土耳其是美国12条约国之一，持土耳其护照可申请12投资签证。但要说清楚，12有自身的投资额、经营和真实性要求，需要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，并非自动获批。如果美国规划是您的目标之一，这才是选择入籍的现实理由。接下来是避坑环节，中国家庭一定要特别注意。第1个坑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。根据中国国籍法，中国公民取得外国国籍的，法律上可能被视为自动丧失中国国籍。这不是轻描淡写的提示，它会牵连到您在国内的户籍、社保、子女按中国公民身份上学的资格，还有房产继承。是只办居留保留中国国籍，还是入籍，要结合整个家庭规划权衡。第2个坑，华侨生联考不是拿了护照就自动符合的捷径，它面向符合条件的华侨及外籍华人考生，竞争和难度通常低于国内高考，但条件明确而且严格。考生需具备相应外国国籍或长期境外居留身份，父母或本人还要满足规定的境外实际居住年限，而且每年政策、名额都会调整。身份和居住年限要提前安排，逐项达标，规划越早，选择空间越大。第3个坑，投资入籍不是交钱就一定下证，要经过尽职调查、材料审核和官方审批，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延误甚至被拒。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，谁跟您拍胸脯打包票，反而要警惕。那到底怎么选？没有标准答案。
如果您主要想长期居住，预算有限，也不急着换护照，长期居留门槛更低，不涉及国籍变更，是务实的起步路径。如果您要全家覆盖，出行便利，还有美国1、2这类后续规划，投资入籍虽然门槛高，但一步到位。两条路也并不互斥，很多家庭先办居留，稳定续签，再决定是否入籍。在中土华信集团，我们不会先推贵的方案，而是先听清您的目标、预算和家里几口人，再帮您把两条路的成本、时间和风险摊开比清楚，再决定。我们这支位于伊斯坦布尔、全程讲普通话的团队，会陪您从首次咨询走到拿到居留卡或护照，对接政府部门，办理产权，每个关键节点都用中文向您书面汇报。土耳其长期居留还是入籍，没有谁更高级，只有最适合您家庭的那一个。觉得有用就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更详细的对比和条件，主页了解更多。我们下期见。